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妇人特别渴望拥有一个丁点儿大的孩子，可是她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，就去请巫婆帮忙。她跟巫婆说：“我特别想要一个小不点儿一样的孩子，请你告诉我，怎样才可以得到？”这非常容易，巫婆说道：“我将这颗麦粒给你，不要小看它，它不是农夫种出来的麦粒，也不是喂给鸡吃的麦粒。你将它种在花盆里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”非常谢谢您，妇人说道。为了酬谢巫婆，妇人给了她12个银币。回到家后，妇人将那颗麦粒种进了花盆里，一会儿功夫就长出了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，像是一朵郁金香，但是花瓣却紧紧地聚集在一起，还未绽放。真是一朵美丽的花，妇人感叹着，并在那金红色的花瓣上轻轻地吻了一下。就在这时，花儿啪一声绽放了，真的是一朵郁金香。不过花朵中间那根绿色的雌蕊上坐着一个小姑娘，她可爱极了，皮肤像雪一样白嫩细滑。小姑娘几乎不到大拇指的一半长，于是人们就把她叫做拇指姑娘。妇人用一颗擦得光亮又漂亮的胡桃壳给拇指姑娘做摇篮，并用紫罗兰的花瓣做垫子，用玫瑰的花瓣做被子。夜里拇指姑娘就睡在里面，到了白天，桌子就成为她玩乐的地方。妇人在桌子上放了一个装着水的盘子，水面浮着一圈花，花茎浸在水里，水中央还浮着很大的一片郁金香花瓣。拇指姑娘就坐在这片花瓣做成的船上，用2根白色马鬃做的桨，从盘子这边画到那边，样子真是美极了。有时她还唱歌，歌声温柔甜蜜，住在这里的人们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歌声。一天夜里，当她正睡在她那漂亮的床上时，一只丑陋的、浑身黏糊糊的癞蛤蟆从破掉的窗玻璃外跳了进来。癞蛤蟆一直跳到了桌子上，跳到了拇指姑娘的摇篮边。这小姑娘真漂亮，可以给我的儿子当妻子。癞蛤蟆说着，就一把抓住了胡桃壳，跳出窗外，跳到花园里去了。花园里有一条小溪，癞蛤蟆和他的儿子就住在潮湿的岸边。啊，他长得真丑，浑身脏兮兮的，跟他的妈妈一模一样。当他看见胡桃壳里美丽的小姑娘时，只是呱呱呱地叫着，小声一点儿会把他吵醒的。老癞蛤蟆说道：“这样一来，他就会从我们这里逃走。你看，他轻的就像天鹅绒，我们得将它放在小溪里的睡莲上。它这么娇小轻巧，对他来说，那里就像一座岛，在那上面，他绝对无法逃走。而这段时间，我们要加紧把烂泥里的房子整理好，以后你们就可以在那儿安家了。”小溪里藏着很多睡莲，叶面很宽，彷佛漂浮在水面上。众多睡莲中，最远处的那一片是最大的一片。老癞蛤蟆抓着胡桃壳，连同在里面熟睡的拇指姑娘，向它游了过去，并一起搁在那片叶面上。一大清早，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就醒了。当她发现自己的处境时，忍不住哭泣起来。因为宽大的叶子四周全是水，她根本没有办法回到陆地去。这时，老癞蛤蟆正坐在烂泥里忙碌着，他用灯芯草和睡莲花朵将房间装饰一新，他要给新媳妇一个漂亮的住所。然后，他带着他那丑儿子向拇指姑娘所在的那片叶子游去。他们打算将那张漂亮的小床搬到新房里去。老癞蛤蟆向拇指姑娘深深地屈膝致意，并说道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也是你未来的丈夫。你们将来会在泥巴里幸福地生活着。”呱呱呱，这位丑陋的小少爷所能说的话仅此而已。接着，他们捧起漂亮的小床，向岸边游去。拇指姑娘孤零零地坐在叶面上大哭起来。她不愿意和讨人厌的老癞蛤蟆住在一起，
更不愿意让那个丑少爷成为自己的丈夫。水里游来游去的小鱼们看到了癞蛤蟆，也听见了他所说的话，因此他们都把头伸出水面，想要看看这个可怜的小姑娘。第一眼看见她，小鱼们就觉得拇指姑娘漂亮极了，他们为她感到可惜，这样的可人儿却要嫁给一个丑格吗？不行，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小鱼们齐心协力，集合到拇指姑娘所在的那片叶子下面，将叶杆咬断了。这片叶子随即顺着溪水飘走了，带着拇指姑娘飘到了很远的地方，远到癞蛤蟆无法到达的地方。拇指姑娘飘过了很多地方，那些住在灌木丛中的小鸟看见她，一起唱道：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呀！叶子载着拇指姑娘越飘越远，最后竟然飘到了外国。一只美丽的白蝴蝶围绕着它飞来飞去，最后落在了叶子上，她太喜欢它了。而拇指姑娘也高兴极了，因为丑陋的癞蛤蟆再也不会找到她了。她现在所飘过的地方非常美丽，阳光照射在水面上，水面就像闪闪发光的金子一样。她解下腰间的缎带，一端拴在蝴蝶身上，另一端拴在叶子上。拇指姑娘站在叶子上，这下叶子带着她更迅速地向前飘去。这时飞来一只很大的金龟子，它看见她，便迅速用爪子抓住她细小的腰，向树上飞去。溪流中，那片叶子依旧向前飘去，而那只蝴蝶也一起向前飞着，因为它被拴在了叶子上，没有办法逃开。上帝呀！当金龟子抓着可怜的拇指姑娘向树上飞去时，她是多么害怕呀！不过让她最难过的是那只美丽的白蝴蝶，她懊恼自己为何要将它拴在叶子上，如果它无法挣脱开，一定会被饿死的。但是金龟子才不理会这些，它自顾自地把它放在树上最大的叶子上，把最甜的花蜜拿来给它吃，还说它虽然不像金龟子，但真的美丽极了。不一会儿，在树上住着的所有金龟子都来拜访拇指姑娘了，他们上下打量着她。金龟子小姐们竖起她们的触须说：嗨，她只有2条腿，真难看。你看，她没有触须。另外一只说：她的腰太细了。哼，真丑，她完全是一个人。所有的金龟子小姐异口同声地说道。但实际上，拇指姑娘真的非常美丽，就连那只劫持她的金龟子也这么认为。然而，当其他的金龟子们都说她不好看的时候，她也相信了。现在，她不想要她了，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于是，她带着她从树上飞了下来，把她遗弃在一朵雏菊上。她伤心地哭着，她想自己长得那么丑，连金龟子都不愿意跟她在一起。可是她仍然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美丽的人，她就像纯洁的玫瑰花瓣一样娇嫩艳丽。可怜的拇指姑娘整个夏天都独自一人住在庞大的树林里。她用草叶给自己编织了一张小床，把它悬挂在牛蒡叶下，这样雨水就不会浇湿它。花蜜是它的食物，早晨叶子上的露珠是它的饮料。日复一日，夏天过去了，秋天也过去了，现在已经到了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天了。那些曾经为它唱过甜蜜歌谣的鸟儿也已经飞走了，树木也枯萎了，花儿也凋谢了。那片为它遮挡风雨的牛蒡叶现在也已经蜷缩起来，只剩下一根枯黄的杆子。他感到冷极了，他的衣服也已经穿破，而他又是那么瘦弱娇小。可怜的拇指姑娘，她肯定会被冻死的。天空下起雪来，每一片掉落在她身上的雪花都像是满铲子的雪块打到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高大健壮，而她却只有1寸高。现在她只好把一片干树叶裹在自己身上，可是仍然感觉不到温暖，她被冻得瑟瑟发抖。在树林的附近有一片麦田，
田里的麦子早已经收割了，硬邦邦的地上只剩下干枯的麦茬儿。他想穿过这片麦茬儿，但是对他而言，这相当于穿过一整片森林。上帝呀！他冻得不停地颤抖。最后他走到一只田鼠的家门前，一簇麦茬儿底下的一个小洞。住在洞里的田鼠温暖又舒适。洞里面有一间藏满麦子的房间，还有很漂亮的厨房和饭厅。可怜的拇指姑娘窘迫地站在洞口，就像一个讨饭的脏女孩。她请求田鼠施舍给她一颗麦粒，她已经2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。多么可怜的小东西，田鼠说道，这是一只心肠很好的老田鼠，快来我温暖的房子里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。现在老田鼠喜欢上了拇指姑娘，他说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留下和我一起过冬，不过你必须把这间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另外还要讲故事给我听，我非常喜欢听故事。拇指姑娘答应了好心肠的老田鼠所交代的全部事情，她在这里过得很快乐。有一天，老田鼠说，很快就有一位客人要来我们这里，我这位邻居每个礼拜都会来看我。他过得比我惬意多了，他住在宽敞的房子里，穿着很漂亮的黑色天鹅绒大衣。如果他能成为你的丈夫，那么今后你就有好日子过了。不过他看不见东西，所以你必须讲最好听的故事给他听。但是拇指姑娘对这件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因为她不愿意跟一只鼹鼠结婚。果然，她穿着黑色天鹅绒的大衣来看望他们了。田鼠夸奖她既有钱又有学问，她的房子比这里大20倍。是的，她有很高深的学问，可惜她不喜欢太阳和花儿，因为她从未见过它们，而且还总说它们的坏话。拇指姑娘不得不为她献上一些歌曲。她唱了《金龟子》，飞吧，牧师走在草原上。她的声音那么动听，那么美妙，鼹鼠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。不过当时她并没有表达出来，可见她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。没多久，鼹鼠就挖通了一条从自己家通向老田鼠家的长长的地道。他说，只要田鼠和拇指姑娘愿意，随时可以在地道里散步。他还事先告诉他们，地道里躺着一只死鸟，不过不用害怕，这是一只完整的燕子，翅膀和嘴都在。毫无疑问，它是在冬天来临时死掉，被埋在这里的，而它被埋葬的地方正好是鼹鼠挖成通道的地方。鼹鼠用嘴叼着一块引火木，在黑暗中它像火一样明亮。它在前面带路，为他们照亮这条又黑又长的地道。当他们走到那只死鸟所在的地方时，鼹鼠撅起嘴向上拱着，很快拱出一个洞来。于是阳光透过洞口照射进来，地上果然躺着一只死去的燕子，那双美丽的翅膀紧紧环绕着身体，脚和头都缩在了羽毛里。可怜的小鸟肯定是被冻死的。拇指姑娘难过极了，她是多么喜爱各种鸟儿呀！是啊，整个夏天鸟儿们都在为她唱着动听的歌曲，与她呢喃细语。这时鼹鼠用它的小短腿一踢，说道，现在它可什么也唱不了了。生为小鸟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。上帝呀，好在我的孩子不会是小鸟。这样一只鸟儿，除了会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什么也不会做，冬天一来就只能饿死了。你真聪明，说得真有道理，田鼠说道。一到冬天，这些只会叽叽喳喳唱歌的小鸟儿什么也做不了，只得挨饿受冻了。不过这还真了不起。拇指姑娘沉默无语，但是当他俩转身离去时，拇指姑娘却弯下腰来，轻轻拨开小鸟头上的羽毛，同时在她紧闭的双眼上亲吻了一下。也许夏天就是她对我唱出那么动听的歌曲，她想，她给我带来多少快乐呀！亲爱的，美丽的鸟儿。现在那个透进阳光的洞口被鼹鼠封上了，
接着他把2位女士送回家里。到了晚上，拇指姑娘却无法入睡，于是她跳下床来，用干草编织一张又大又美的毯子。她拿着毯子来到冻死的小鸟身边，将它的全身盖好。她还把从田鼠房里找到的一点棉花塞在两边，好让躺在寒冷的地上的小鸟感到温暖。再见了，美丽的小鸟，她说。再见吧。夏天时，当树木全都变绿，当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，你唱出那么美妙动听的歌曲，我真心感谢你。接着，他把头贴在鸟儿的胸脯上。突然，他惊恐起来，因为他感觉到小鸟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跳跃。啊，是鸟儿的心。原来小鸟并没有死，它只是被冻僵了。现在温暖包围着它，它又活过来了。秋天，燕子们都将飞向温暖的国度。假如谁掉队，就会遭遇寒冷，以至于冻落在地，像死去一般。而冰冷的雪花会将它全身遮盖。拇指姑娘浑身发抖，她是那么惊慌。这只小鸟对她而言简直就是庞然大物，但是她鼓起勇气，使劲把棉花塞在鸟儿身边。她还把自己当做被子的薄荷叶拿来，盖在鸟儿的头上。第二天，她又偷偷溜去看它。她已经活过来了，只是还在昏迷中。现在，她能微微睁开眼睛，看拇指姑娘一眼。拇指姑娘拿着一块银火木，因为她没有其他可以照明的东西。谢谢你，可爱的小姑娘，虚弱的燕子说道。现在我好多了，既舒服又温暖。很快我就会恢复体力，那样我又可以在温暖的阳光中飞翔了。啊，她说，外面还很冷，雪花漫天飞舞，到处都已结冰。请你继续躺在温暖的床上，我会照顾你的。后来，拇指姑娘用花瓣带给燕子一些水，燕子喝完水便告诉她，她曾经受过伤，有只翅膀撞在了长满刺的灌木上，所以她无法像其他燕子一样飞得轻快。那时，它们正往温暖的国度飞去，最后她独自落到了地上。除此之外，她什么也记不起来，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在这里。燕子整个冬天都住在这里。拇指姑娘对她非常好，也特别喜欢她。鼹鼠和田鼠丝毫没有察觉，因为他们才不喜欢这只什么都不会、孤独又可怜的燕子。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，大地总是被阳光照得异常温暖，这时燕子就会从拇指姑娘身旁飞走。拇指姑娘会先把鼹鼠在上面挖好的洞口打开，让阳光特别明亮地照耀着它们。燕子问拇指姑娘是否愿意和她一起走，她可以让她坐在她的背上，这样的话它们就能飞得远远的，离开这里，一直飞到绿色的树林里去。可是拇指姑娘很清楚，要是她就这样飞走的话，田鼠会觉得难过的。不行，我不能和你一起飞走，拇指姑娘回复说。那么就让我们再会吧，会再见的，你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姑娘，燕子说。接着她就朝着太阳飞走了。拇指姑娘一直在后面望着她离开，她的眼眶满含泪水，她是多么喜欢这只可怜的燕子啊。滴哩滴哩，唱着歌的燕子朝着一个绿色的森林飞去。拇指姑娘觉得特别伤心，想走到温暖的阳光中去，可是田鼠并不赞成她这样做，因为藏在田鼠屋顶上田野里的麦子已经长得非常高了。这对于她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来说，简直就是一片茂密的森林，毕竟她才1寸来高呀。在这个夏天里，你必须为自己缝制一件新嫁衣，田鼠这样对她说。因为那个令拇指姑娘非常不舒服的邻居，整天穿着黑天鹅绒袍子的鼹鼠，已经和她求婚了。你必须要准备好毛衣和棉衣。等你当了鼹鼠夫人以后，你应该既有坐着穿的衣服，也有睡着穿的衣服。现在，拇指姑娘就得摇起纺车来。鼹鼠还另外聘请了4位蜘蛛，请他们日夜为她纺纱、织布。每天晚上，
鼹鼠都回来拜访他一次。鼹鼠总是咕噜地说一样的话，夏天过去了，太阳就不会这么晒了。现在的太阳把地面烘烤得像石块一样硬。是啊，等夏天结束了，他就要和拇指姑娘结婚了。不过他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是真的不喜欢这只鼹鼠。每到太阳升起来的早晨，或是太阳落下的黄昏的时候，拇指姑娘就一个人偷偷地走到门边处。当风儿将麦穗吹倒向两边，让她可以见到蓝蓝的天空时，她就可以想象得出外面是多么的光明和美丽。所以她迫切地渴望能够与那只可爱的燕子重逢。可是那只燕子再也没有回来，很明显，它已经飞得太远太远，飞向那美丽青翠的森林中去了。现在已经是秋天了，拇指姑娘的所有嫁衣也准备妥当了。还有4个星期，你和鼹鼠先生的婚礼就要举行了，田鼠和他说。可是拇指姑娘却哭了起来，她说她不想和那只令人生厌的鼹鼠结婚。乱说，田鼠回答道，你不要再执拗了，否则的话，我就用我的小白牙咬你。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，你必须和他结婚。即使是皇后也没有质地那么好的黑天鹅绒袍子。在她的厨房、储藏室里都储藏满了东西。你能有这样一个丈夫，应当报答上帝呢。婚礼现在就要举行了，鼹鼠来了，他要亲自迎娶拇指姑娘做他的新娘。他必须得和她在一起生活，并且长期生活在深深的地下，再也见不到温暖的阳光，因为他讨厌太阳。此刻，这个可怜的小女孩觉得特别伤心。当她还和田鼠住在一起的时候，她还能在门口望一眼阳光，而此刻的她不得不向灿烂的太阳告别。您，光耀的太阳，再见吧。她边说边向天空伸出了双手，同时她又向田鼠的屋外迈了几步。现在麦子都已经收割了，这里只剩下一些枯萎的茬子。再见吧，再见吧。她又重复了一遍，同时张开的双臂抱住了一朵还在绽放的小红花。要是你看到那只燕子，请你转达我的问候吧。滴沥，滴沥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头上突然传来一阵叫声。他抬头望去，原来是那只燕子刚刚飞过。他见到拇指姑娘也异常兴奋。拇指姑娘和他说，自己是多么不情愿嫁给鼹鼠，让那个丑丑的鼹鼠来做她的丈夫。她接着说，她还要住在深深的地下面，阳光永远照射不到。只要一想到这，她就忍不住流下泪来。酷寒的冬天即将来临，小燕子说，我要离开这里，飞得远远的，飞到暖和一点的地方去。你愿意和我同行吗？你可以坐在我的背上，用腰带把自己牢牢地系住，这样我们就能从那只丑陋的鼹鼠身边逃离，从它黑暗的住所中飞走，飞得远远的，越过高山，飞到暖和的地方去。那里没有黑暗，只有美丽的阳光，那里永远是夏天，到处都盛开着美丽的花朵。你和我一起飞走吧，可爱的拇指姑娘。当我落在那个暗黑的地洞里，被冻得僵直的时候，是你给了我生命。当然，我要和你一起走。拇指姑娘说。她骑到燕子的背上，将双脚放到她展开的双翼上，同时又用腰带把自己紧紧地系在燕子身上最结实的一根羽毛上。就这样，燕子飞向了天空，它们飞过森林，跨过大海，越过高高的常年积雪的巍峨高山。在冰冷的高空中，拇指姑娘冻得发抖，这时她可以躲到燕子暖和的羽毛中去。她只将自己的小脑袋露在外面，欣赏下面沿途的风景。终于，他们到了暖和一点的地方，那里的太阳比原来照耀的还要温暖，天似乎也格外的高。田沟间、篱笆上都挂满了美丽的绿葡萄、蓝葡萄，树林里挂满了柠檬和橙子，空气中弥漫着桃金娘和麝香的香味。很多特别可爱的小孩子在路上，
和一些色彩鲜艳的蝴蝶嬉戏，来回奔跑着。燕子飞得越来越远，随之风景也越来越美。在一座碧蓝色的湖旁，有一丛特别惹人爱的绿树，在它们里面有一幢大理石雕砌的白灿灿的古代宫殿，在高大的圆柱四周缠绕着很多葡萄藤，柱子上面有很多燕子窝，在那里面有一个窝，就是属于此刻带着拇指姑娘飞行的这只燕子的。这里就是我的住处了。燕子说，下面还有很多漂亮的花，我可以把你放在你选择的任意一朵上，那样的话，你想怎么住着舒服就怎么住着舒服了。好极了，他拍着小手说。在那里有一根非常大的大理石柱，不过它已经横倒在地上，跌碎成了3段。可是在它们中间却盛开着一朵最漂亮的白色花。燕子背着拇指姑娘飞了下来，将它放在那朵白花中一片宽阔的花瓣上。这个小姑娘是多么惊讶呀！在那朵白花的中间竟然坐着一个小小的男子，他看上去是那么白皙透明，就像是玻璃做成的。在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华丽的金子做的王冠，他的肩上还生有一对闪闪发亮的翅膀，他看上去就和拇指姑娘一样大。他就是鲜花中的安琪儿，安琪儿即天使。在西方文化中，天使的形象一般是指背部生有一双翅膀的小孩子。每朵花中都有这样一位小小的男子或是女子，只是这位是他们所有人的国王。我的上帝呀，她是多么漂亮啊！拇指姑娘轻声地对着燕子说。这位小国王特别害怕这只燕子，因为它是那么精致细嫩，相对于他来说，那只燕子简直就是一只巨鸟。不过当他见到拇指姑娘的时候，他立即高兴起来，她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漂亮的女子。所以他将头上的王冠取下，戴到了拇指姑娘的头上。他问了她的名字，并咨询她是否愿意嫁给他，成为他的妻子，这样她就是所有花儿的王后了。这位国王才称得上是她的丈夫呢。相比癞蛤蟆的儿子那只穿黑天鹅绒大衣的鼹鼠来说，他是那么的不同。所以拇指姑娘对这位逗她开心的国王说，我愿意。这时每朵鲜花里都走出一位男子或是一位女子，那么可爱的他们，即使看上一眼也是幸福的。他们每个人都送给拇指姑娘一份礼物，其中有一份最好的礼物，是他们从一只大白鹰身上取下来的一对翅膀。他们将这对翅膀安放到拇指姑娘的背上，这样她就可以在花丛间飞来飞去了。此刻大家都欢愉起来，燕子坐在柱子顶上自己的窝里，为他们唱出她最动听的曲子。随后她心里也有些悲伤，因为她也是那么喜欢拇指姑娘，她真希望永远不要和她分开。现在你不要再叫拇指姑娘了，花的安琪儿们对她说，这是一个很俗气的名字，而你是多么美丽呀！从今天起，我们叫你玛亚。玛亚是指在希腊神话里顶住上天的巨神阿特拉斯与平勒俄涅所生的7个女儿中最大的那位，也是最美丽的一位。这7个姐妹与她们的父母一同代表金牛宫中最明亮的9颗星星。她们在5月时，即收获期出现，在10月时，也就是第2次播种期隐藏起来吧。再见吧，再见吧，那只小燕子说道。接着它从这个温暖的地方飞走了，它要飞到遥远的丹麦去。在那里有一个很会写童话的人，他在那个人的窗子上筑了一个窝。他对那个人唱，迪丽，迪丽，我们的这个故事就是从他那里听到的。